望灼烧心痕，磨沉沦，念你掌心余温盘，黄昏，深爱暮色生，胭脂一瞬，人泪痕。你准备关我到什么时候？出去想做什么？回肃杀找你父皇吗？我已经把下境石给修了，还请陛下派人传信告知我父皇和皇兄，两国婚事已作废，我很快就会回去。哎呀，这次啊，我是真想帮你，但我是真办不到呀。是啊，为什么要指望你帮我？明明是你把我囚禁于此。不是不帮你，是我没能力给死人传信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你父皇和你皇兄都已经死了。你父皇和皇兄才死了呢！哎呀，我父皇早就死了，我巴不得我那皇兄早点死呢。夏静言，你要没有话可以不用说话，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信。肃杀探子今日传回来的急报，你自己看。假的吧，夏静言，你为了戏弄我，竟然写出这种东西来吓我。我若知道这种东西真能吓到你，我早就这么玩了。之前怎么没想到？信了？不信。看来是真信了。不用追了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肃杀。你们谁都别想骗我，我父皇和皇兄好好的，你们谁都别想骗我。淋湿的翅膀会长在我的远方。不要哭，我要回肃杀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会找到回家的路。
回去又能如何？肃杀还有你的容身之处吗？你父皇已经死了，你皇兄又是个弑君篡位的罪人。不愿意听啊？那这更要说了，谁让你当初背弃肃杀的？谁让你救夏景时的？沾着夏景时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他该死，你还问他要死要活的？你更该死！风行，你已经没有家了，你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，这就是你嫁给夏景时的报应。不要哭，给朕记住，记住这泪水的滋味，这就是你抱怨的滋味，一辈子都不能忘。瞧瞧，你们看看，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恨夏景时的人。你敢再替我父皇和傅随云再试试？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给我带回去吧。找到回家的路。放开我！找到回家的放开我！路。凤平城当真死了？对，整个皇宫都传遍了。我暗中打探过，是凤随哥弑父杀君，凤平城当场死亡，而凤随哥则是被慕容家诛杀了。不可能！以我对凤随哥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做出弑父之举。如今肃杀是谁执朝政？慕容仲父子。这么一来就说通了。我猜，凤随哥和凤平城一定是死在慕容仲父子手里，然后又被冠上弑父的罪名。一笑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还没有。继续派人去查，一旦有了消息，立刻回来通知我。是。肃杀如今发生如此巨乱，自顾不暇，想必不会挑起战乱之事。那这么一来，边境安宁，太后母子就不需要我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夏今年会想尽办法除掉我。我们的计划要加快。我让白手镯去做的事情，做得怎么样了？您要的人都已经联系好，随时等待召唤。今晚，我要亲自见一见我的人，安排一下接下来的计划。过了这条河就到了。这怎么过？游过去啊？那有船。走。都别动手，自己人。我们认识风雨盟的人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丫头，是我。宁妃，喝口水歇歇吧。宁妃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是别管我了。宁妃，我来风雨盟就是为了找你的。你虽然身上的伤好了，但是心里的伤还没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当然要把你彻底治好才行。周长老，宁妃是你救活的，可是她一直这样郁郁寡欢，怎么能行呢？可以帮我劝劝她吗？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码也。他是喜是悲，不必强求，顺应其内心便是了。周长老，林庄主带来了个病人，情况很不妙，人已经安排到病室了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冯长老，是我爹他们来了吗？对，他在病室。宁妃，我爹来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你的救命恩人。走。之前说他撑不过5日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别着急，风雨盟的周长老与我一路不同，他路子野，肯定能想出办法救他。爹，姐姐，周长老。病人在这儿。好，我来看看。一笑，宁妃，凤随哥，他是凤随哥，他是凤平城的儿子是吗？丫头，我杀了他！你冷静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为什么阻止我杀凤随哥？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是等雷长老同意吧。人是我带来的，你们要是不救，我必须得带走。别跟我说没用的。林庄主，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。既然你听明白了，救还是不救？何必明知故问？当年凤平城派人围剿我风雨盟，我们死伤惨重，风雨盟与凤家仇深似海。你把凤氏子孙带来风雨盟，这就是找死。可你别忘了，凤随哥也是韦清玉的儿子。那他到底也姓凤？只要是凤家人，就与我们风雨盟不共戴天。各位长老，你们怎么看？我听义父的。我是个大夫，我不愿见死不救嘛。要不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决断吧。规矩就是规矩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按规矩办。凤家人是仇人，我要杀了凤随哥报仇。风雨盟是凤随哥母亲创立的，盟里的人都曾受过他的恩惠。现在的4位长老以乔治的雷烈为首，雷长老也最痛恨凤家人，但看在我爹的面子上，他们应该不会太过为难凤随哥。之前林庄主曾嘱托过，千万不能说出他的身份，恐怕他也解决不了此事。我进去看看。哎，宁妃，你不能去，你现在是风雨盟的人，不可以明着帮一笑。站住！让开！我对不起一笑。你若杀了他，9泉之下，你该如何面对青玉？不能进，你不能进去。凤随哥的母亲昔日对诸位有恩，如今他儿子命悬一线，你们不但不救他，反而还要杀了他，这岂不是恩将仇报？当年凤平城不顾夫妻情谊杀了青玉，然后派兵围剿我们风雨盟，这笔血债记在凤随哥身上，
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恐怕你们有所不知，真相并非如此。凤随哥的母亲是死在肃杀丞相庄慎的手里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亲耳所听，亲眼见证，也亲自和凤随哥一起捉拿庄慎。肃杀人人皆知，大皇子凤随哥诛杀庄慎，为母平冤昭雪。是凤随哥替他母亲报了仇。你们几个身为风雨盟的长老，不仅什么都不做，你们竟连谁是仇人也没弄清楚。哼！无论如何，他依旧是凤平城的儿子，他身上就流着凤家人的血。你们确定是凤平城下令围剿的风雨盟吗？我曾亲耳听凤平城说，他从未将你们风雨盟放在眼里。若是他真的决定要围剿你们风雨盟，大军出动，你们谁也活不到今天。试问，凤随哥的母亲是死在庄慎的手里，那到底是谁？怕你们暗中报复，要斩草除根？胡说！你就是为了要救凤随哥，故意编瞎话来骗我们的。够了，别吵了。是非真假，容我再斟酌一二，先把凤随哥看关起来。雷长老，你不能心慈手软。哎呀，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不如先想想，再做决定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要想杀随哥，先杀我。我去看看。周浩，你要是胆敢去救凤随哥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怎么样，有办法治吗？我只是来看看他，那3个长老没同意，我也没法治啊。四方丹，老周，你这……嘘，别声张。凤随哥情况不容乐观呐，把这个给他含在手下，能多撑几天。快快！多谢周长老。周长老，能不能想什么办法通融通融？只要能救他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唉，我也想救人呐。我孑然一身，也没有亲人死在那场围剿里。可是雷长老、张长老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在了那场围剿，他们与凤家的仇恨不共戴天呐。要化解这段仇恨，太难了。老周，我去你那里拿些药。帮忙。姐姐，虽然宁妃嘴上没说，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内疚。她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当初是周长老救活了宁妃，她醒了之后还问为什么要救她，不如让她死了算了。后来是冯长老将她收入更支，她每天除了干农活，就是发呆、寡言少语的。他认为他的兄弟、他的锦绣、他的王爷，他相信的、坚守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等凤随哥度过了这次难关，我好好劝劝他。好。拜见尊上。看到尊上暗中传讯，属下便召集他们在此恭候。
潜伏在宫中这么多年，委屈你们了。苍天不仁，暗时将至，唯有尊上度化众生。得闻尊上回归之日，我等就已经随时准备面见尊上。尊上，可是大业即将开始，你们可都准备好了？尊上但有指令，我等万死不辞。倘若我要你们杀圣帝夏敬言呢？怎么不敢？为尊上万死不辞。孤独的飞翔，也不需要方向，飞到云之上。大婚之日，我要带父皇于此，不是在于他是否价值连城，而是因为那是父皇的一份心意，那才是最珍贵的。淋湿的翅膀会承载我的远方。你别过来！熙然，你把他放下！熙然，不然我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我会记得回家的路。再往前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若是想留下，现在就得下马城。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日后王爷在哪，我便在哪。我会找到回家的路。是肃杀开国皇帝风平城的女儿，你是肃杀杀人凤随哥的妹妹，是凤家最后的血裔，你绝不能在此刻倒下，你要为大人付出。我会找到回家的路。丫头，回休息，你可不能累倒了。我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我现在只是想尽快找到让风雨盟长老们同意救他的办法。林庄主，你应该知道风雨盟的情况吧？您和我说一说。风随哥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他母亲创建风雨盟的时候，他还小，很多事情他并不清楚。当年，青玉帮着凤平城打天下，有一次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凤平城把他送到正念山庄求我救活他。可他还没有转危为安，凤平城就又赶回了战场。我费尽心思，终于救活了青玉。我记得他醒来以后告诉我，自己就像死过一次一样。曾经很多执着的事情，现在也变得不重要了。我像是死过了一次，真正从鬼门关走一趟，才明白活着有多么重要。这种感受我能理解。我从悬崖上坠落下来，便像是死了一回。你和青玉都是有勇有谋的女豪杰，有大本事却不自傲，而且心怀悲悯。青玉康复之后，便开始厌恶征战，留在正念山庄帮忙。
也因此看见了很多因为战争而酿成的人间苦厄。正念山庄有正念山庄的规矩，我收留的伤者不分阵营，也不能动武。所以昨天还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敌人，今天在我的山庄里就得老老实实的和平共处。战士们也是逼不得已，没有人喜欢打仗，也没有人想要受战争的苦难。若是他们可以和平共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韦盟主便有创立风雨盟的想法。没错，青玉发现交战的双方是可以化解干戈的。他告诉我，虽然不能凭一己之力阻止战争，但最起码可以救治那些伤兵流民，给他们一条生路。所以风雨盟本该是世外桃源，渔樵耕读，安居乐业。正是如此。可自从青玉走了以后，风雨盟变成什么了？变得充满仇恨，对凤家、对肃杀的仇恨。我像是死过了一次，真正从鬼门关走一趟才明白，活着有多么重要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我们这个地方就叫风雨盟。见过雷长老，深夜到访，多有叨扰。你是来替凤随哥求情的，想说当年的事与凤家无关，想劝我放下仇怨。凤随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身为凤平城的儿子，不是他所能决定的。这是他的命。我的2个儿子都在当年的围剿中死了，他们又做错了什么？上一辈的恩怨，难道真的要让这一辈的人来承担一切吗？凤平城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他们凤家就没一个好人。凤随哥与他的父亲不同，若他真像凤平城那样权欲熏心，如今早就当上肃杀的皇帝了。他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无辜之人，他也不该为那些不属于他的过错承担无端的代价。我不关心他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。雷长老，试问当初为何要成立风雨盟？为什么要叫风雨盟？风雨盟的初衷又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当初带着凤随哥赶来，就是因为心存希冀。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我只是听到风雨盟这个名字，听到这里有可以救活凤随哥的一丝希望，我便义无反顾地赶来了。难道这里不该是大庇天下、为世人遮风挡雨的世外桃源吗？以后这里就是大庇天下，为世人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我听说当初韦盟主成立风雨盟，便是为了让那些流离失所、看不到活下去希望的人，能够重新找到栖身之所，能够在乱世之中安居乐业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钦佩于他。从小到大，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苦，正是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才不愿意见到别人在风雨之中苦苦煎熬。若是我有能力可以救别人于危难，我也定会竭尽全力。若是风随哥的母亲还活着，我想他一定会如此。为众人抱信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风随哥的母亲用风雨盟救了这么多的人，他的儿子也不应该就这样失去活下去的机会。我想，当初成立风雨盟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让那些冻饿之中的困苦之人，在暗夜中看到光，让无家可归的百姓重获希望，让他们能活下去。
若是没有他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活不到今天。那您是愿意救风随哥了？我父皇和皇兄一次试试。陛下，找死啊你们！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站住！圣福殿岂容你擅闯？何人造次？回禀陛下，镇南王妃要擅闯大殿。放肆！放他进来。镇南王妃勇闯圣福殿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把夏静时休了，我也不是镇南王妃。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。你当真把夏静时休了？白如庄，真的不争气的皇兄真的被休了啊！好，这等家丑，必须得有多远传多远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让他退下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出去，出去！有事求朕？让朕猜猜，难道又是让朕开恩，放你回肃杀？你这也不是求人的态度啊！你好歹得跪下，给朕磕几个头。有意思，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求人的。杀了朕，你也活不了。你说我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，既然我在世上已无牵挂，死又何妨？我父皇跟皇兄生前都想杀你，不如我杀了你，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如何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去陪你的父皇和皇兄啊？啊！朕已经知道了被扇巴掌的滋味，朕不喜欢。疼！你也给我记住这个滋味，这就是你羞辱我的报应。好一个睚眦必报的肃杀公主，你比朕想的更有趣。我皇兄绝不可能弑父弑君，是有人害死了他们，替我查出害死我父皇和皇兄的凶手。你在命令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人教过你吗？你求人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这才叫公平。
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又能答应我什么呢？只要你帮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什么？来人！陛下，你侦查。凤鸣城是怎么死的？3天之内必须给我查出真相，查不出来，要你们所有人的脑袋。是。你去了何处？我问你话呢，西洋公主。与你何干？你已经被我休了，你我夫妻之名已然不复存在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西洋公主，敢再烦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得罪了。玉京城发生的一切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我只是不放心。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收起你这副虚情假意的嘴脸，我连骂你都嫌浪费口舌。西洋公主，你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尽管来找我。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夫妻之名，但毕竟相识一场了。我绝无任何恶意，我只想帮你罢了。相识一场，我真的认识你吗？为什么相处越久，我越觉得你陌生了？你和我曾经爱上的镇南王不是一个人，你我从未相识过。况且你认识的那个凤喜阳已经死了。孤独的飞翔，也不需要方向，飞到云之上，日光却躲藏，自由的流浪，也不惧怕风沙，淋湿的翅膀会撑在我的远方。到回家的路。他的外伤我已治过，无大碍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血气淤堵，只能想办法刺激心脉，看看能不能助他复原醒神。可是我已经给他施过针，刺激过心脉了，毫无起色。寻常的针法已无效，你看他体内气血就如冰封河道，已经淤堵在一块儿。来，你扎指放血，助他淤醒经脉，其他的由我来。行，那我就见识一下你不寻常的针法。好。
周长老，林庄主，凤随哥他怎么样了？人没醒，但是救过来了。凤随哥那小子死不了了。他昏迷时间太久了，具体情况还要等他醒了以后才会知晓。大恩不言谢，多谢周长老。感谢两位活菩萨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哎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多谢。见过太后，不知太后召见所为何事？本宫听说你擅自终止了和镇南王的婚姻。不错，这桩婚姻关系到两国大政，不是你二人的私事。你在做此决定之前不来问本宫的意思，眼里可还有本宫？说什么两国大政？事到如今，谈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父兄的事我知道了，逝者已矣，节哀顺变。你要保重身体。待你弟弟凤城阳继位之后，你便是肃杀的长公主，是肃杀在外的脸面。看来在太后眼里，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与镇南王是否夫妻和睦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身份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因你突遭变故乱了方寸，我不计较你的莽撞。你回去给镇南王服个软，道个歉。你今后还是镇南王妃，只要你听话，本宫愿意当你的婢女。若我没猜错，当初你也是这样趁人之危，一步一步把夏静时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吧？他是个识时务的人，我希望你也是。那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这个人，向来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当初与夏静时联姻是我的决定，待夏静时离开肃杀也是我的决定，休了夏静时还是我的决定。我既然已经决定跟他一刀两断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对不会回心转意。本宫是给了你机会的，你自己不要，日后可不要后悔。多谢太后好意，不过，除了我父兄之外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阴护。我凤夕阳，就是我自己的阴护。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以为此生如孤帆流浪，却恰逢你与烽烟长相。仿若一阵昙花落我眼眶。我曾如霜剑，幽光斩尽沙场，为了被谁安放？曾锐不可当，今却被你牵肠，朝思暮想。我今却涟漪荡漾，融开冰霜，漫在心上。你眉心的光，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诚觉尽可原谅，天缘